家好，本期要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荷兰的医疗系统。荷兰人总喜欢抱怨荷兰的医疗体系保险太贵了，但是根据联邦资金的最新研究指出，荷兰的医疗系统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11个高收入的国家中，荷兰的医疗保健服务是全球排名第2。那我们来看看荷兰的医疗系统真的有那么好吗？我是小云，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个人经验、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荷兰国民或者是在荷兰工作或是居住的外国居民都必须拥有荷兰医疗保险。在荷兰，如果没有医疗保险是会被罚款的。你也别抱着侥幸的心态说，在茫茫人海中怎么会那么容易发现你没有医疗保险呢？在这里有一个机构叫做 CAK， 他们是专门调查以确保每位居民都有荷兰的医疗保险。当他们发现你没有医疗保险时，他们会寄一封通知书给你。你也不要认为说那就等他们把信寄来之后再说，这样可以省下一笔钱。天底下真的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因为当你去申请荷兰医疗保险时，他们会从你在荷兰第一天居住开始算起，并且会根据规定要求你补交过去没有缴纳的保险费，而且很有可能还要交437.25欧元的罚款哦。那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我们的医疗保险呢？首先，荷兰的保险是由基本保险 Basic Pakket 和附加保险 Aanvullend Pakket 两部分构成的。我们先来说说基本保险 Basic Pakket。 基本医疗保险是每位荷兰居民都必须参加的。荷兰政府规定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并实行监督，然后再由私营的医疗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在这一方面，无论你是选择哪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价格也大同小异，即便是有差也是差几欧元。基本医疗保险包括了普通和专科医生门诊、医学化验检查、医疗器材费用、住院医疗、处方药品、怀孕生产，以及18岁以下未成年的全面牙科医疗等等。在这一方面，保险公司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拒绝你的申请，比如说健康不佳、性别、年龄等等。保险公司还要确保他们所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是符合荷兰政府所规定的保障范围。一些长期护理，比如说老人家家庭护理、长期人士护理、精神疾病长期护理等服务，都是由基本医疗保险提供。在这里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荷兰政府规定基本医疗保险里有一项个人自付费，就是说你看病时自己必须先支付至少385欧元后，保险公司才会开始报销你的医疗费用。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健康，也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病，也不常使用医疗保险，你可以把个人的自付费提高至885欧元，这样可以降低你每个月的保险费。但是这真的是因人而异。另一种就是附加保险，这一类型的保险是没有强制性的。许多人在问，那我该选择什么？金额是多少？在这里只有你最清楚自己的处境，我是无法回答的。在附加保险包括牙科、眼镜、心理治疗、物理治疗、替代疗法等等。比如说在荷兰看牙医的费用是不会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你可能会考虑把牙科加入附加保险里。但是如果你一年只看1次或2次牙医，而且牙齿保持得非常好，那你就不需要牙科保险了，因为通常由自己支付的牙医费用会比较便宜。相反的，如果今天你已经决定说要申请牙科保险，那么保险公司会要求牙医提供医学意见和证明，然后保险公司会评估收到的数据，再来决定是否为你保险。如果投保的风险太高，保险公司是有权利拒绝你的申请的。每一家保险公司的附加保险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会货比三家，我最喜欢用的网站是 independent.nl。 在这里你只需要填写你的个人资料，然后系统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来列出最符合你的保险公司，非常方便。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或者是想转换保险公司的朋友，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网站，可以为你省
省下不少时间。有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因为这跟很多国家都不一样。根据法律，荷兰居民每一年只有一次更换保险公司的机会，通常每一年年底11月至12月期间，保险公司会公布新一年的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和费用。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是否要转换保险公司。如果你决定要转换保险公司，那在下一年的1月1日之前必须取消你原来的保险。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离婚或者是离开荷兰，才能在其他时间取消原来的医疗保险。你或许会想问我该不该依照每年的价格来转换保险公司呢？这个问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我来说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你想做牙齿矫正，有一些保险公司是不保你牙齿矫正的费用，除非你在他们家的保单最少是2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转换保险公司，对你就没有什么好处了。该不该转换保险公司，真的是要看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整体来说，转换保险公司的过程其实非常方便，而且非常快速。如果你有18岁以下的小孩，荷兰许多医疗领域都为小孩提供免费的服务，只要你的小孩符合其中一位父母的保险政策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其中一位父母的医疗保单中有什么服务，无论是基本医疗保险还是附加保险，小孩均可使用。如果荷兰居民的收入低于荷兰政府规定的标准，他是可以申请医疗补贴来帮助缴纳保险费。总而言之，在荷兰每一位居民都必须要拥有一份医疗保险，并且得到同等的医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国籍，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在医疗设施上人人平等。接下来就是我们该如何使用荷兰的医疗服务呢？当你来到荷兰时，无论你是在哪一座城市，一定要找一位家庭医生 House Art。 我会建议大家寻找一位距离家里比较近的家庭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病得严重无法到家庭医生的诊所时，你的家庭医生是会来你家为你看诊的。所以如果你的 House Art 距离你家附近，这样比较方便。无论你是生什么病，即便是需要专科治疗，也一定要经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会写一封推荐信，把你的资料和情况交给专科医生。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打电话和专科医生预约，来接受专科的检查和治疗。在这里一定要切记，没有家庭医生的推荐信是无法联系到专科医生的，所以一切都要经过家庭医生。如果你是因为工作压力而导致职业过劳 Occupation burned out， 你除了需要到家庭医生，你还需要到公司的医生 Arbor Art 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公司的医生会将你的情况汇报给公司，比如说你现在的情况是在哪一个阶段，需要多长的休养时间等等。所以你很有可能需要到2处去复诊。如果遇到紧急状况，你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在工作日，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家庭医生，但是如果发生在周末或者是晚上，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没有危及到生命，你可以打电话到 House Aston Post， 在那里有医生提供紧急护理。如果你还不知道 House Aston Post 的号码，我会强烈建议你去谷歌你所在的地方的 House Aston Post 的电话号码，然后把它存在手机里，以防万一。相信我，在紧急的时候，你是不会想去 Google 电话号码的。如果发生了紧急状况，而且有生命危险，无论你在哪里，马上打112叫救护车。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在没有生命危险下需要急诊，在去急诊室之前，一定要打电话给 House Aston Post， 不要直接去急诊室。你或许会想问我，如果我没有打电话就直接去急诊室，后果会是什么？后果就是你或许会得到不友善的待遇，或者是那里的医护人员无法帮忙你。你在不舒服的情况下是不愿意受到这些不友善的待遇，所以我真的奉劝大家不要去挑战这一点，因为它会让你留下不好的经验。打电话到 House Aston Post， 把你的状况告诉那里
里的医护人员，他们会为你做出安排，然后再给你一个时间让你过去接受检查，你不需要到那里去排队等待。最后我来和大家分享我这些年来在荷兰的个人经验。在荷兰，如果你是一般重感冒或是发烧，医生是不会开任何药方给你的，医生会直接叫你回家吃 paracetamol， 多喝茶，然后在家里休息1个星期直到痊愈。医生也不会给我们任何抗生素 antibiotics， 除非我们有发炎的迹象，我们才会得到 antibiotics。 刚开始时我也会很迷惑，我也会抱怨，但是这些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现在当我生病时，我也会先开始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药物去治疗吗？我必须承认的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下痊愈，真的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当然我相信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也相信有些人在荷兰的医疗服务中受到委屈，这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我们会遇到好的医生，也会遇到不好的医生。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沟通非常重要，明白背后真正的原因也非常重要。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透过这个视频能让你更了解荷兰的医疗服务。我是每周与您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也欢迎你转发和分享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